川普这商人总统果然心狠手辣，今天的局势证明他从不手软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3月18日放出惊天狠话，对中国投资，我们什么招都敢使，必要时直接全盘封杀。这可不是空话。今年1月，美国财政部对外投资安全计划已经正式开闸，锁死了对中国芯片、网络、量子信息和 AI 等命脉技术的投资。现在更是变本加厉，连喘息的机会都不给中国留。中国科技企业这次怕是要被逼到绝境，百万人生计悬于一线，中美脱钩的铁幕已然落下。美国这次对中国芯片的围堵，简直是下了血本，摆明了要让中国断粮。一方面，高端芯片早就被禁运，连一片像样的 AI 芯片都别想流入中国；另一方面，美国还不满足，连中国生产的传统芯片也要加码关税，狠狠收拾。3月11日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召开听证会，讨论对中国成熟制成芯片再加一刀，7纳米以上，广泛用于汽车、家电和电信设备。别小看这些老掉牙的芯片，它们可是中国出口的命根子。听证会上，美国众议院应对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跳出来带头开炮，说什么中国破坏美国供应链，威胁国家安全，还提议对中国所有芯片都加征高关税，甚至拉上日本、韩国、欧盟和台湾组团围剿，防止中国靠补贴倾销芯片。这分明是要把中国芯片产业往死里逼。美国创新基金会和政策创新研究所也跟着煽风点火，说得更狠，要是哪天中美彻底翻脸，中国一断供，美国不得乱成一锅粥。这话听着像担心自己，其实就是要让中国彻底失去翻身机会。数据说话，美国海关2024财年统计，全美进口的传统芯片中，中国获占了足足 35%， 总值超300亿美元。这还是在禁令层层加码的情况下，一旦关税再涨 15% 至 25%， 中国这些芯片的价格优势就没了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预测，这波操作下来，中国芯片出口至少缩水 40%， 直接损失超120亿美元。想想看，中国多少中小企业靠这点薄利活命，这一下怕是要全军覆没。美国前前后后扔了多少招？出口管制、投资封锁、关税加码、技术禁运、供应链重组，再加上拉盟友下水，简直是全方位立体打击。可中国也不是吃素的，总想着钻空子反击。可惜这回连偷鸡的机会都没了。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3月最新报告曝光，中国公司 DeepSeek 通过非法渠道搞到了英伟达 H100 芯片，还拿来训练什么2.1模型。这可是美国明令禁止出口的高端 AI 芯片。报告还说，新加坡3月3日抓了3个家伙，2本地人1中国人，就是因为给 DeepSeek 走私这玩意儿。更别提华为了，靠着一堆空壳公司，愣是从台积电弄到了200万个升腾 910B 裸芯，还囤了够用1年的高频宽记忆体。这些芯片组装成100万个升腾 910C 处理器， 75% 已经封装完毕，硬生生撑起了中国 AI 的半边天。 HBM 来源，报告怀疑是2024年12月新禁令前从韩国三星偷偷买的。这数据100，美国能不气炸？ CSIS 估计，中国靠这些灰色操作至少绕过了50亿美元的禁令损失。可现在好了，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已经盯上了，连这种漏洞都要堵死。贝森特直接撂话，我们得让美国老百姓知道，他们的钱是不是被用来对付自己。言下之意，任何对中国的高科技投资都得掐死在摇篮里。中国这些小聪明怕是玩到头了。这边美国围堵的欢，那边台湾的台积电、
还给中国补了一刀。3月初，台积电宣布砸1000亿美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5座新厂，直接给美国送去高薪岗位。川普乐得合不拢嘴，说这是 AI 霸权的基石，还感谢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识时务。这话听着刺耳，可数据更扎心。台积电2024年在全球芯片代工市场的份额高达 62%， 中国企业至少有 20% 的芯片订单靠它撑着。现在人家跑去美国建厂，中国怎么办？台湾一所大学的研究专家一针见血，川普这是要借台积电打垮中国科技崛起，顺便保美国自己的命根子。他还算了笔账，台积电这1000亿美元投资能让美国本土芯片产能翻倍，2026年预计占全球 20% 以上。而中国呢？失去台积电支持后，高端芯片自给率可能从现在的 15% 跌到 10% 以下，连低端芯片都得看人脸色。更惨的是，北京还想靠舆论翻盘，结果搬石砸脚。3月以来，北京操控网络水军和台湾亲中势力狂轰滥炸台积电和美国，抛出美积电卖台论之类谣言。可台湾总统赖清德和魏哲嘉3月6日亲自下场辟谣，开了场记者会，直接打脸。赖清德说这不是卖台，是台美共赢。魏哲嘉也拍胸脯保证，2纳米、1.6纳米的最尖端技术绝不外流，根子还留在台湾。这话听着挺硬气，可对中国来说，不就是明摆着跟你没关系吗？美国这套组合拳打下来，中国科技产业怕是要血流成河。先看芯片，2024年中国半导体行业总产值约 1.2 万亿人民币，其中出口占 30%， 也就是3600亿。现在关税一加，出口一萎缩，直接蒸发1000多亿产值。再看就业，中国半导体行业直接从业者超50万，加上上下游供应链，涉及至少200万人。这波打击下来，业内人士估计至少 30% 的小厂倒闭，60万人饭碗不保。这还没算 AI、网络和量子技术领域的连带损失。再看企业，华为还能靠囤货撑一阵，可那些中小企业呢？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中小芯片企业超2万家，平均利润率不到 8%。关税一加，成本涨 10% 至 15%， 利润直接变负数。别说研发了，能活下去就不错了。彭博社3月预测，这波政策至少让中国科技产业损失500亿美元市值，相当于半个拼多多没了。更要命的是，美国还拉着盟友一起玩。日本经济产业省3月15日表态，要跟美国深度合作，限制对中国芯片出口。欧盟也在酝酿类似政策。中国芯片的国际市场怕是要被挤得连渣都不剩。这还没完，美国商务部知情人士3月透露，他们正起草更狠的法案，所有外国卖家必须在美国注册公司，交保证金，还要公开供应链信息。这要是落地，中国那些靠低价杀出血路的中小企业，基本就别想再进美国市场了。海关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的科技产品中，70%是单价50美元以下的低端货，这部分全靠薄利多销。现在成本一涨，利润一没，谁还玩得下去？中国商务部前几天还在喊支持科技高质量发展，可这口号听着像笑话。中美这盘棋，中国靠钻空子、玩补贴撑了这么多年，现在美国铁了心要掀桌子，中国还拿什么翻盘？业内专家悲观预测，未来3年，中国科技自给率可能跌破 30%， 出口额缩水一半，100万家停生计无望。说到底，中国科技这几年是踩着政策漏洞起飞的，可风光背后全是隐患。现在美国带着盟友收网，
中国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坠落只是时间问题。这场脱钩寒冬才刚开始，中国还能撑多久？